果要分析一个指点的运动状态，或是它的受力状况，例如它的合力是否为零，我们所关注的除了大小之外，当然还有它指向的方向。而这也是本单元要介绍的主题——空间中的向量。在分析物理量的位移、速度还有施力等资讯时，除了对应的大小，我们所关注的当然还有其指示的方向。因此，在这个单元，我们将会介绍对应的概念，也就是向量的想法。向量就是指同时具备方向和大小的量。由于它具备方向的特质，所以必须透过几何来描述。因此，就可以初步分为平面向量还有空间向量。在这个单元，我们将会着重在3度空间的空间向量。空间向量的表示可以透过下面的符号来呈现。如果我们要显示向量 u 的话，我们就可以将 u 的符号上面加注箭头来呈现这个向量。然而，它可以透过3度坐标的表示法来呈现，写成是 u1、u2 跟 u3 的分量。而这个概念就是指以原点 O 为起点，指向 A 点坐标为 u1、u2、u3 的向量。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的电脑作图来理解这个概念。显而易见的，未必所有的向量它的起始点都是原点，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其他的描述来呈现向量的概念。假设有一个向量是以 P 点坐标为211为起点，而指向 Q 点坐标为432的向量，那我们该如何表示它呢？我们其实可以把上面所提到以原点为起点的向量这个概念加以延伸，就会变成是下面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它标注为 PQ 符号上面加注箭号，来代表这个向量的概念。然后它就是指我们将终点减去起点所得到的坐标，即为这个对应的向量。所以这个 PQ 向量的 S 分量就是 Q 点的 S 分量4减去 P 点的 S 分量2，而这个坐标的 Y 分量就是 Q 点的 Y 分量3减掉 P 点的 Y 分量1，最后的力分量则是 Q 点的力分量2减去 P 点的力分量1，所以经过化简就可以得到221这个向量。虽然向量的概念可以透过几何意象加以理解，不过在实际应用的时候，仍然必须发展对应的代数运算技巧，才可以顺利的解决问题。因此，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向量的基本运算。假设有2个向量 u 跟 v， 它们的坐标分别是 u1、u2、u3 和 v1、v2、v3。另一方面，假设阿尔法是一个实数。首先，我们可以计算实数阿尔法跟向量 u 的乘积，而这个结果相当简单，就是把实数阿尔法分别乘进每个分量里面，变成是后方的阿尔法 u1、阿尔法 u2 还有阿尔法 u3 所对应的向量值。如果我们取阿尔法等于负1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特殊的例子。负的 u 向量其实就是指每个分量都取负号所形成的坐标表示法。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是向量的加法。如果我们计算 u 向量加上 v 向量的话，它所对应的表示法就是将每个向量的分量相加，形如后方 u1 加 v1、u2 加 v2 以及 u3 加 v3 的形式。至于向量的减法也是以此类推，它其实可以透过前面2个概念书写成是 u 向量加上负1倍的 v 向量，然后就会变成是每个分量进行相减的结果，变成后面的形式。其实这个向量的系数乘法还有加减法都具有重要的几何意义。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以下电脑操作的呈现。首先我们描绘出 u 向量，并标示出它的终点。我们可以借由控制终点的位置来观察 u 向量的行为。首先我们考虑第一个系数乘法公式。假设我们取系数阿尔法为2，描绘出2倍的 u 向量，我们发现它就会是跟 u 向量同向，而且长度为2倍的向量。同样的，如果阿尔法取3倍、4倍，也有对应的性质。紧接着我们考虑阿尔法取负1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负的 u 向量。透过视觉的展现，我们可以观察到它就会是跟 u 方向反向，
但是大小相等的向量。接下来我们考虑向量的加法公式。于是我们描绘出另外一个 v 向量，同样的，我们标示出它的终点，以便改变这个终点观察 v 向量的行为。接着我们说明这两个向量的和 u 向量加 v 向量的表示法。向量的加法其实有堆叠的效果，于是我们将 v 向量叠在 u 向量的上面，如同画面上方虚线的箭头，就是将对应的起点终点连接而来所形成的向量。我们也可以透过四边形法来求得，也就是将 u 向量和 v 向量粘成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连接它的对角线，就会形成我们所需要的 u 加 v 向量。我们试着控制这两个向量，观察它的行为，我们就会发现，其实 u 加 v 向量都会满足这个几何的特性。接下来我们考虑这两个向量的差 u 减 v。根据刚刚的说明，它就会是 u 向量加上负的 v 向量，所以我们先描绘出负的 v 向量，它就会是跟 v 方向相反，但是大小相同的向量。我们再透过平行四边形法，就可以描绘出 u 加上负 v 向量，那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u 减 v 向量。我们可以透过控制 v 向量来观察到这两个向量相减所得到的几何一项，它就会是上面对应的紫色向量。在认识以上这些向量的几何运算对应的概念之后，我们不妨尝试计算以下的范例。假设 u 向量它的坐标是342，而 v 向量它的坐标则是121。此时我们可以尝试计算2倍的 u 向量，那么就是将对应的分量342分别乘上2，变成是680。在几何的意象所呈现的，就是以 u 同向，但是为2倍长的向量。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考虑负的 u 向量，它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每个分量都取负号，变成是-3、-4、-2，而它的几何意象就是大小和 u 相等，可是方向相反的向量。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计算 u 向量跟 v 向量的和，也就是 u 加 v。它的表示法就是将每个分量相加，经过整理之后，就是后面的463向量。当然，它也可以透过前面所呈现的平行四边形法的几何意象来呈现这个概念。至于这两个向量的差 u 向量减 v 向量，其所对应的表示法就是每个分量取差值的结果，经过整理之后就会变成是221的形式。我们也可以透过刚才所提到几何意象的呈现来展示这个向量。除了向量的系数乘法、加减法等基础运算之外，我们当然还关心向量的其他资讯。因此，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向量的绝对值。向量的绝对值就是指该向量的长度，因此可以透过毕氏定理来求得，即为它每个分量的平方和再开根号。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考虑两个向量 u 跟 v 的内积，而它的书写方式就是在 u、v 向量当中以一个实心的小黑点来诠释，它就定义为 u 向量的绝对值以及 u 向量的长度乘以 v 向量的长度，再乘上它们两个的 cos 夹角值。至于两个向量的夹角，我们可以透过视觉的呈现来理解。在右边，我们描绘 u 向量跟 v 向量所对应的呈现，那么它们所对应的夹角 θ， 就是由这两个向量所夹出介于0到180度的角度。当然，一般而言，这个角度难以求值，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数学的推导，得到以下的公式，它就会是 u、v 这两个向量所对应的分量，两相乘之后的总和，也就是 u1v1 加上 u2v2 再加上 u3v3 的结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以下的范例。假设 u 向量跟 v 向量就是刚才所提及的342和121这两个向量。如果我们要求 u 向量的绝对值，也就是它所对应的长度，就可以透过上方毕氏定理的公式，即为每个分量的平方和开根号，经过简易的计算，就会变成是根号29。
接下来我们计算 U 跟 V 这两个向量的内积，我们就可以透过上面第5个公式后方的式子，计算每个分量的乘积，再进行加总。经过简易的计算，我们得到结果是13。这个内积公式其实会为我们带来极大的方便。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以下的情况：假设 U 向量跟 V 向量都是长度不为0的向量，倘若它的内积为0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依照上面的公式，它就会等价于夹角 θ 的 cos 值等于是0。可是这只有在它们的夹角 θ 等于90度直角的时候才会成立。因此我们就得到 U 跟 V 是两个相垂直向量的结论。透过这个看法，我们才能使用内积是否为0来判断这两个向量是否垂直。最后我们要介绍向量的外积。向量的外积相当特别，必须透过行列式来诠释。在第6个定义中，我们定义 U 向量跟 V 向量的外积，就在中间书写一个打叉的乘号加以注记，定义为后方的行列式值。当中涉及了3个基础向量，也就是 i、j 和 k 等3个单位坐标向量。其中 i 向量就是指向 s 轴正向、长度为1的向量，因此它的坐标就是100。而 j 向量则是指向 y 轴的正向、长度为1的向量，所以它的坐标表示法就是010。而 k 向量是指向力轴的正向、长度为1的向量，它的坐标表示法为001。在后方行列式的第一列，就分别依序写出 i、j、k 这3个坐标向量，然后第2列则是 U 向量的分量，第3列则是 V 向量的分量。接着再透过行列式的运算操作，大家可以验证，就会变成是后方的式子。其中涉及 i 向量的部分，我们将系数合并，就会变成是 U2V3 减去 U3V2。而涉及 j 向量的部分，将系数合并之后，即为 U3V1 减掉 V1U3。最后则是涉及 k 向量的部分，经过整理后，它的系数为 U1V2 减去 U2V1。从这个公式我们可以了解到，两个空间向量的外积仍然会是一个3度空间的向量。现在就让我们透过几何的意象来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首先描绘 U 跟 V 向量。U 向量就是当中的绿色向量，而 V 向量则是蓝色向量。此时我们可以描绘出 U 跟 V 的外积向量，即为当中的红色向量。藉由改变 U 向量终点的位置，我们观察 U 向量的行为，还有对应的外积改变，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外积红色的向量也会随之改变。同样的，我们改变 V 向量的终点，也可以观察到这个外积红色向量对应的改变。从当中的变化，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红色的向量具备一个特殊的性质。为了观察这个现象，我们描绘出由 U 跟 V 向量所张成的平面。透过再次的检视，我们发现外积向量它总是会跟这两个向量所张成的平面似乎是垂直的。其实这也是外积的重要性质。既然这个红色的外积向量会和 UV 所张成的平面是垂直的，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判，这两个向量外积所得到的结果，应该也会跟原来的 U 向量和 V 向量是垂直的情况。我们可以实际测量这两个向量和外积向量所形成的角度，我们发现，如同刚才所提示的，它就会变成是90度垂直的样貌。所以这也印证了刚才所提到的外积性质。现在让我们计算以下的范例。假设 U 向量跟 V 向量如同先前所提到的，分别为342和121这两个向量。我们尝试计算这两个向量的外积。我们可以依照上方的公式写成后方的行列式值。它的第一列则依序排出 i、j、k 等3个坐标单位向量，而第二列则是 U 向量的坐标表示法342，而最后一列则是 V 向量排序的结果121。透过行列式的运算规则，大家可以自行确认，我们就可以写出后方的式子。其中涉及 i 向量的系数，则
整理过后就会变成4×1减掉2×2，而涉及 J 向量的系数即为2×1减掉3×1。最后的 K 向量，它的系数则为3×2减掉4×1。因此，我们就得到0倍的 I 向量，加上-1倍的 J 向量，再加上2倍的 K 向量。由于 I、J、K 向量分别对应于上方的100、010和001三个向量，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先前所提到的系数乘法还有加减法的运算法则，得到0-12这个向量。大家可以透过内积的运算，发现这个向量跟原来 U 向量的内积会是0，说明这两个向量是垂直的。当然，它跟 V 向量的内积也会是0，这也验证刚才所提到的重要性质。向量的概念包含了大小，还有所指向的方向，它可以让我们诠释对应的物理现象，例如质点的运动、位移，还有施力的状况。所以，如果能够掌握向量的运算法则，就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对应的分析。